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相信一个娃娃能带来死亡吗？我原本也不信，直到那个雨没有下，天却阴的黄昏，我亲手缝出它的模样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注定没有退路。我是个怕打雷的男人，说起来有点丢脸，都快30岁了，遇到雷雨还是会心跳加速，甚至发抖。小时候住在乡下，外婆是个迷信的老人，她总说只要在窗边挂个晴天娃娃，天就会放晴，雷也不敢来敲门。我记得那些娃娃长得都很简单，一颗白布球，一块手帕，一条绳子，眼睛2点墨水，嘴巴则是浅浅一条笑。那笑让我安心。外婆死后，我再也没有挂过一个晴天娃娃，直到那年秋天，我租下了那间老房子。说来奇怪，天气预报说会有连续1周的阴雨，但搬家那天却天气晴朗，阳光毒辣得很。邻居老张见我搬进去，脸色有些怪。你这房子很多年没有人住了，怎么闹鬼？我笑问。老张摇摇头，说不清是点头还是摆头。以前的住户是上吊死的。我耸耸肩，不以为意。我从不信鬼神，直到那天搬进去后的第3天，天气预报终于准了，整个下午天色阴沉，我怕又要打雷，心里开始有点不安。于是一时兴起，我决定试试小时候外婆教的法子。我翻出一块旧手帕，拿卫生纸揉成球当头，扎起来后拿笔在上面画了个脸。说实话，我画得很烂，眼睛一大一小，嘴巴是歪的，看起来像在咧嘴冷笑，又像是那种疯子才会有的诡异表情。我心想，管他的，反正只是心理安慰。我用尼龙绳把它绑在窗边，天还没黑，却已经起风。我站在窗边看它在风中晃动，觉得有些说不出的毛骨悚然。它好像在看我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梦里，我站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窗户开着，风很大。那娃娃被吹得猛摇，可绳子却越拉越紧，最后啪的一声断了。娃娃掉了下来，不见了。我低头一看，地板上竟然多了一滩水，从窗户滴进来的。不，那水是从室内往外延伸的，像是有东西从屋内走到窗外。我醒来的时候正是午夜3点，外头一点雨也没有下，但窗户却咯吱的一声开了一点。我明明记得我把它锁好的。窗边的娃娃真的没有了。我打开窗子往下看，1楼的地面空空如也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脚下踩到什么湿湿的东西。我打开灯，是一个小小的脚印，湿的像是泡过水的皮鞋印，从窗台一路延伸到我床边，最后停在我脚下。我没有动，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，只听到那种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仿佛什么东西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全身湿透，水顺着衣角一滴一滴地往下掉。可是我明明没有听到下雨声。那晚我抱着枕头坐到天亮。第2天我请假，直接回了老家找舅妈。外婆过世后，舅妈算是唯一还信那一套的。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她听完脸色铁青。你画弯了嘴。没注意。傻孩子。他立刻拉我进佛堂，点了3炷香，念了一段经。你那不是晴天娃娃，是请灵娃。我愣住，什么意思？晴天娃娃是供给天神的，嘴要平，眼要齐。你画歪了，就是一种破相，阴界的东西会以为你在开门，让驼们进来。我浑身一震。那晚窗户莫名其妙打开的声音，地上的脚印，湿哒哒的声音，难道真的不是梦？舅妈给了我一道符，让我晚上贴在门上。我听话照做。那晚确实平静了些，但我总觉得图还在我房子附近等着什么。
第3天早上，我回去时，发现窗边那条尼龙绳被重新绑好了，上面又挂了一个娃娃，样子跟我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确定我没有回去绑它。那天傍晚，我终于忍不住去找老张。我问他，以前那个上吊的人发生什么事？老张看了我一眼，迟疑地说，是一个女学生，大学刚毕业，性格有点怪，听说精神出问题。她每天都做娃娃，成箱成箱的挂，说要等晴天。但她的娃娃都长得很奇怪，像你现在挂的那个。我心头一沉。最后她在房间里上吊，脚下踩着一堆娃娃。警察说她是自杀，但她留下的那张纸条上写着，天亮的那天我就可以出去。我浑身发冷。我想起那梦里的声音，那脚印，那似有若无的拾起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当晚我决定烧掉那娃娃。我拿打火机点着了它，可它竟没有烧起来。火烧到布面，就像被水浇过一样，哧哧作响，冒着白烟，就是不着火。反倒是窗外开始下起了小雨。我开始听见有人在我耳边低语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轻很冷，海你。我转头看向窗户，窗玻璃上浮现出一张苍白的脸，头发湿湿的粘在脸上，眼睛黑得看不见眼白，嘴巴正是我画的那种歪笑。我尖叫着退后，撞翻了书桌，电灯啪的一声熄了。整个房间陷入黑暗，只剩窗外的雨声和他那滴答滴答的脚步声靠得越来越近。最后的记忆是我被什么东西拖进衣柜里，紧紧勒住脖子。那一刻，我看见衣柜门内贴着一张照片，是那个女学生和她缝的第一个娃娃。后来的事是邻居说的，他们发现我时，我吊在房间中央，绳子不是绳子，是一条绑娃娃用的布带，沾满了水，还发出阵阵霉味。警察判定是自杀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天窗边又多出了一个娃娃，嘴角微翘，仿佛在笑。那笑和我画的一模一样。你知道什么叫换天气的游戏吗？我们以前也没有听过，直到那天在废弃音乐教室里发现那张泛黄的纸。那是一场应该没有人会再玩的游戏，但我们玩了，还玩得很认真。现在想想，我们当时真的是找死。我和阿维、志凯、小婉是国中里出了名的死党，一天到晚跑到学校后面那栋废弃的音乐楼探险。那栋楼早在10年前就没有用了，传说里曾经发生过学生自杀，还有人说半夜会听到钢琴自己弹起来，但我们当然当玩笑听。年少的胆量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那天下午，我们照例翻墙溜进音乐楼，原本是想拍点影片上传社群，但小婉在教室角落的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纸，那纸像是某种仪式笔记，用潦草的字写着：晴天娃娃游戏，准备99个娃娃，用纸巾制作，画上脸，挂于4面墙上。第100个，需以真人之物绑之，头发、指甲、牙齿皆可。挂上后将改变天气，亦可换来永恒的沉静。我们当时都笑了。小婉说这根本是国中生写的恶作剧，志凯却兴奋地相中了乐透，不然我们来玩啊，就照上面写的做。阿维迟疑了一下，真的要玩？这感觉怪怪的耶。我记得我当时笑他胆小，还拍了拍他的肩，怕什么？又没有要你拔牙齿，顶多用个头发嘛。于是我们开始动手做娃娃，纸巾、橡皮筋、麦克笔，我们在教室的老木桌上一个接一个制作那些娃娃。每个娃娃的脸都略有不同，有的歪嘴，有的瞪眼，甚至有人画了流泪的眼睛。我记得我画了一个没有嘴巴的娃娃，因为我想看它会没有声音。傍晚6点，我们终于做完了99个娃娃，并把它们挂满了整个音乐教室的墙面、黑板，甚至钢琴上方，整个空间仿佛变成一座祭坛。剩下最后一个，
谁来提供真人之物啊？志凯说着，四下张望。小婉皱眉，我才不要给头发。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撮长发，缠成一圈，这个可以吗？刚刚在女厕找到的。大家都笑了。谁管那些头发哪里来的？我们只是要把这荒唐的游戏完成。阿维却皱着眉头，小声说，那不是有点不干净吗？你现在说这个，我笑，早就开始做了，你怕现在也来不及。我们把那撮头发绑在最后一个娃娃的脖子上，挂在正中间的黑板下方。就在我们刚把它绑好的一瞬间，教室上方的老吊灯啪的一声闪了一下，然后灯泡爆了，整个教室陷入昏暗。接着钢琴发出咚的一声，所有人都僵住了。谁弹的？小婉的声音发抖。没有人啊。我往钢琴方向看，椅子是空的，可琴盖微微震动，好像刚有人从上面跳下来。那晚之后，我们各自回家，原本以为这只是惊悚体验一场，但从第二天开始，事情不对了。阿维没有来上学，老师说他请病假，但电话打不通。我们以为他是下过头，于是想放学后去他家看看。午休时我独自去厕所，路过音乐楼时忍不住偷看了一眼。那间教室的窗户是半开的，阳光斜斜地照进去，我清楚地看到那个用头发绑的娃娃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串被水滴滴湿的脚印，从黑板一路延伸到窗台，最后消失在窗外。那是一双赤脚的脚印，小小的，看起来像女生的脚。我没有说什么，但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。放学后，我和志凯、小婉去了阿维家。他妈妈说他昨天一整天都锁在房间里，拒绝说话，只是不停地在纸上画娃娃的图样，画满整张墙。今天早上，他发现他不在房间，但门是从里面锁的，窗户大开，地上有水痕，床上则是一个脸被画满字的纸娃娃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娃娃的脸上全是回这个字，一笔一画密密麻麻，像是要告诉谁，我要回来。阿维失踪了，警察来了，也只是按正常失踪案处理。但我们知道，这不正常。那晚我辗转难眠。凌晨2点，我梦见自己站在那间教室里，四周的娃娃全都倒吊着，眼睛一个个睁得老大，嘴巴裂开，仿佛在笑。那个最后挂上的娃娃忽然动了起来，歪着头朝我爬下来，一边滴水一边发出黏腻的声音。我惊醒时发现床边竟然有一滩水迹，窗户是开的。第3天，志凯也没有来学校。我跟小婉一起去找他家，门口贴着告示，寻人启事，志凯14岁，失联第3日。我脑子一片空白。那天傍晚，小婉突然拉我回音乐楼，她说她想亲眼确认那第100个娃娃到底还在不在。我们翻墙进去，爬上楼，推开那扇旧教室的门时，冷风迎面灌来，屋里竟然像开了冷气一样冷。那99个娃娃还在，但图们的脸都被改变了，嘴巴裂得更大，眼睛涂黑，身体上沾满了水渍和泥土，像是被人从水沟里捞出来一样。最可怕的是，教室中央的黑板上，那第100个娃娃回来了，就挂在正中间，还轻轻晃动着。从头身上滴下来的水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，竟拼出几个字：还缺一个。我和小婉互看一眼，都知道这次是他了。我们要把这些烧掉，他喊。我们用打火机点燃一只娃娃，可纸巾只是冒烟，根本烧不尽。坨们像是被泡过一样，湿湿冷冷的。我退后一步，踩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是一块锈蚀的学生证，上面照片模糊不清，名字却是林芷涵。我们4个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这是谁？忽然，小婉全身一震。我记得这个名字是那个10年前吊死在这里的学姐。我连忙翻开学生证后面，
真的有死亡日期。2013年10月7日，刚好是今天，他的忌日。娃娃开始剧烈晃动，整个教室传来哼唱声，是一首我们从未听过的童谣，声音是个女人的，细细柔柔地唱着。晴天娃娃挂门外，笑着等雨来，等到天黑，等你失声，你也变成我。小婉抓着我就跑，跑出教室，跑出音乐楼，直到再也听不见那首歌为止。我以为逃出来就安全了，但我错了。隔天，小婉也失踪了，我成了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现在，我每天都梦见那间教室，梦见娃娃们在叫我回去。我知道，我终究逃不掉，因为昨天晚上，我家门口挂上了一个湿透的纸巾娃娃，头发缠在脖子上，嘴巴笑得裂到耳根，仿佛在说：“你也该回来了。”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娃娃是倒着挂的？不是那种天真的晴天娃娃，而是一个眼珠全黑、嘴巴裂开的娃娃，被绳子吊在天花板上，头朝下，身体在半空中微微晃动，像是在找人，又像在等你。我曾经见过，而那次之后，我永远无法再安心地看着任何一个娃娃，即使是摆在文具店柜台上那种卡通版的，都会让我起鸡皮疙瘩，甚至反胃。那年我刚搬到新市区，租下一间便宜的异常的套房，房东是一个年轻女子，笑容亲切，但说话时眼神总是飘忽不定，像是在注意什么不该注意的东西。她给我的钥匙是一把老式铜钥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我进房那天，在门后发现一个被撕掉头的晴天娃娃，她身上的布还湿湿的，像是刚从水里捞上来不久。我本该直接离开，但租金实在太便宜，那时的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一时心软就留下了。起初没发生什么大事，只是房里常出现一股霉味，像老旧衣橱里躲藏多年的衣物混合湿气，那种闷、浊、凄冷的气息。窗边原本该挂窗帘的位置，有一条细细的绳子垂下来，末端系着一小块布。我曾试着把它拆掉，却发现那块布已经和绳子粘成一体，拉扯时还渗出一股黏腻的液体，像是腐烂的肉汁。第一晚，我梦到自己躺在房间地板上，头朝天花板望去，看到上面挂着一排娃娃，全都是倒着的，驼们的脸像被水泡过，眼睛糊成一团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露出密密麻麻的小牙齿，有些甚至还在滴水。然后我醒来，发现自己真的躺在地板上，头顶的天花板上空无一物，但地上有一滩未潜的水渍从我头的方向延伸到门口。我没有太在意，只当是梦游。但当这样的梦出现第3次、第4次时，我开始怀疑这间房子是不是有问题。那是第4晚，我从梦里惊醒后，发现地板上不止水渍，还有几根黑色长发。我住在这里4天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那头发的质感冰冷，带着霉味，我仿佛能听到它们还在蠕动、扭曲，如活物般紧贴在我的脚踝。我终于鼓起勇气去问房东：“那个房间以前有发生什么事吗？”他一开始装傻：“你说什么事？比如说有人死过？”他的笑容僵住了，沉默几秒后才轻声说：“如果你晚上看到什么，就把窗边的绳子绑一绑。”绑什么？绑娃娃。我当时还笑他太迷信，直到那晚，我亲眼看到他。我坐在床上看小说，灯是开住的，电风扇也吹着。就在我不经意抬头的一瞬，我看到天花板上多了一个倒挂的娃娃。我发誓，那之前没有，它就像突然出现在天花板上的一抹黑影。他的眼睛是空洞的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嘴角勾起一个极细微的笑。最诡异的是，他正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我，不是摇晃，不是飘，而是绳子自己缩短，像是有人拉着他一点一点往我脸上放下来。我大喊一声，翻身摔下床。灯闪了一下，
那娃娃竟然不见了。我冲出去敲房东的门，他这次没有笑，只是递给我一个用白布包着的小盒子。你还是不信对吧？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干燥的晴天娃娃，与我见过的都不同。他的脸上画着一个裂到耳边的红嘴，眼睛是一整片漆黑的墨团。房东低声说：“这不是给天神的，是封印娃娃。你要是再看到那个东西，就用这个挂在它正下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拿下来，懂吗？”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我把那娃娃挂在房间中央，那晚果然平静了许多，甚至第一次没有做梦。直到第5天早晨，我一打开房门，发现门口被人用黑笔涂了一个娃娃的脸，一模一样的眼睛与嘴巴，旁边写了一行小字：“你还回得去吗？”我跑去找房东，发现他的房间门半掩。我推门进去，室内空无一人，所有墙上都贴满了娃娃的画像，每一幅都画着不同的倒吊姿态，有的被绳子勒住脖子，有的头发垂到地上，有的连双脚都画出翻折的样子。我站在那里，心跳加速，突然听到头顶传来稀碎的声音，咯吱咯吱。我慢慢抬头，看见天花板的角落有一个人形倒挂着，头发披散，正缓缓往我移动。我没有等头靠近，拔腿狂奔，跑出公寓，跑到街上，一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才赶回去。我决定退租，可当我回房收行李时，发现那个封印娃娃已经从天花板掉了下来，整个身体浸泡在地上的一滩水里。天花板上多了一个全新的倒吊娃娃，脸一样，嘴巴更大。而最诡异的是，那娃娃的脸是我的样子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房东早就不住在那里了，他早已是那群倒挂娃娃中的一个，只是那天他还以某种方式借用着人的形体，把这诅咒传给下一个人。我就是那个下一个。我离开了那间房子，房东也再也联络不上。但每到夜里，只要我抬头看天花板，总觉得会有东西盯着我。一次，我在半夜照镜子，看到我自己的倒影被上下颠倒，站在天花板上，双眼漆黑，嘴角裂开。那不是镜子坏了，是我变了。那封印娃娃现在还在我行李箱里，但我知道它早就没有用了，因为我现在常常梦见自己吊在天花板上，看着别人醒来，然后一步步靠近他们，仿佛在等待一个可以把诅咒交出去的时机。你现在还敢看天花板吗？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